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京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今天呢，体验一下资本市场律师的日常生活。第一个 IPO 项目里的突发事件的处理，在今天晚上7点钟之前完成法律分析文件。第二个项目是一个并购尽调项目，大家需要将这些信息录入到给定的格式里面。总共有8个文件夹。怎么这么多？我没有接触过。我刚找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办法。大家觉得这个课题有信心吗？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信心。你刚才一讲之后，军心大乱，又一堆文件，又来事儿了。还有接连不断的来啊！这个文件希望大家帮忙核对一下。我怎么突然又任务重大了起来？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做不完了。这个就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了。最后几分钟了，要准备发文件了。没办法了，只能盖这么多了。可以下班了。喂，啊？这么突然啊？突发情况，又上了个任务吗？都回来了，又见面了。我感觉要发新的任务，不至于还是任务吧？今天已经做了3个任务了。啊，我严重怀疑今天要加班。你们猜会是什么事情？不知道，我只知道要熬夜了。啥情况？哎，今天的突发任务是真的多。对呀，不知道等会儿的视频连线又会发布什么任务。人力让我先把电脑准备好。那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视频功能。我发现啊，这个新 Book Pro 14的视频控制中心功能真的挺全面的，感觉各个环境下的视频会议需求都可以 cover 掉。那待会儿的会议是不是也可以让惠小薇一起帮忙记录会议啊？小薇，我在呢。打开会议笔记。好的。哎，真不错，小薇，提醒30分钟后整理会议记录。好的，我会在今天晚上21点11分提醒你整理会议记录。我先讲一下大体的情况啊，就还是上午咱们那个网上申报那个项目，我们姜律师呢是项目现场的主办律师，刚刚给我联系了一下，就是项目现场出了一点点意外。那个姜律师，要不你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吧？啊。好的。大家好，我是证券部的合伙人姜生，也是本次 IPO 项目的现场的主办律师啊。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公司的独立董事王先生的这个辞职。独立董事离职。那公司收到申请之后第一时间也跟我们各方中介开启了这个相应的会议，但是对我们中介机构也提出了一个要求，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将本次王先生作为董事辞职对我们整个 IPO 时间表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我们需要结合目前的整个情况去准备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分析和处理的相关的文件。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边想请问一下，姜律，是这样的，针对您刚刚说的，我们要写一些法律分析意见，想问一下有没有对于这种文件的格式或者说内容上的要求？谢谢。大概是这样的事件，首先发会这份备忘录要针对本次事件对的一个法律的情况做一个法律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做一个类似于像执行的这么一个指引的流程。那么在此之中呢，那我们肯定还要负责我们律师这一部分。那我们要尽快的去准备我们对应的这个，无论是会议的通知还是相应的议案，第一时间给各方发出我们对应的法律文书，那以满足公司希望尽可能不影响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诉求。这影响太大了。
这次这个 KPI 呢，另加10%，跟任务1的 KPI 合并在一起算25%。这还睡吗？这晚上这。独立董事辞职，小何老师，只有你的时候了。首先，这独立董事是一个什么职位？然后这个辞职对 IPO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独立董事它本身是一个完善的上市公司，它的董事可能就会分为公司内部真正的管理人员以及独立董事。通俗一点讲呢，独立董事它往往具有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背景，在过董事会的时候给公司提供这些专业的意见。具有独立董事，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它本身的这个架构是完整的。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告诉他们说，独立董事要离职了，突然不懂事了，他要走了。这独立董事不懂事，太不懂事，他应该最懂事的一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他太独立了呢？所以他就辞职了？合理。那当然，最让他们愤怒的可能不是独立董事辞职，是因为这个辞职他们必须得回来，要加班。这个真的很烦。Tim 一脸绝望。之前网上这是很火的问题，下班之后老板发微信要不要回？而且就真的这还打上了法庭哦，真的说下班了之后一直在回微信处理工作之后，他向这个公司索要加班费。哦，说我虽然人不在，但我一直在处理工作，我这是加班。是的，是的。然后再看法庭的宣判，到底认不认可这种下班后在自己的私人的住宅里用微信处理工作，算不算加班？哦，所以之前是有法律的。分老板发啥了？老板发一个新年快乐发红包，你这那当然不算了。那老板发的是货真价实的工作哎。那正好我们此时此刻的背后呢有一个互动版。下班后工作群里的老板微信要回吗？怎么回？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下班了之后，老板发来了这些，各位就看你们回不回，怎么回了。发了一个链接，如何正确提高工作中的效率，句句都是正能量，送给努力工作的你。鸡汤文就是不能叫鸡汤文，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那种浓缩的公众号。没错没错，这个我有经验。怎么回？非常有经验。我跟你讲，哎，但是我们领导看到不会把我开了。不会。就有一个应对的技巧哦，就是他这个文章啊，你就摘录这个文章靠后的，但是不要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很明显，但是靠上的一个段落其中的一句话，摘录下来，然后重点是逗号后面加半句自己的感慨哦。然后回复这个内容，这样代表什么呢？前半节代表领导我看了这篇文章哦，而且我看到的是偏后的，我没有看标题，你懂吧？然后最后呢，为什么要半句感慨？是说我还是结合了自身的情况，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我实战的经验。你不升职谁升职？活该你升职，活该你加薪。那他引用了你的那条读后感，然后比了3个大拇指，你要不要对他那个大拇指再回复一下？对，我不能让领导的那个表情包是最后。那你要回什么呢？他大拇指了，你就回。你再回个下的大拇指。老板，嘿。一般情况下，其实就恢复3个字就行了。学习了加一个。我知道，核实。我们一般就是贺峻霖收到，学到了。第一，你是说我老板我学习了；第二，我看了，对不对？就是不浓郁啊，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浓郁，味儿不够正。听我说啊，我以前经常发这个哦。一开始啊，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啊，我员工特别积极的回复我，后来发着发着，他们就开始不回复我了啊。到最后，我现在自己我也不发了，因为我发现。说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真的发进去，他们不一定真的看。对，反正可能会嫌你唠叨。是。第2条，这咋回啊？老板发了一句：工作群哦，有人在公司吗？好窒息了，我开始要。如同现在一片安静，只要还是一样的，这一条出现之后，如果要回的，请举手。我会回。哇，我回。对啊，有人在公司吗？就是如果我刚好在公司，我可能会私戳他。哦，
就不在群里回复，不在群回，为什么呢？就是显得好像你特事儿啊，要想这么多吗？要想那么多的。完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太直的人。你是当老板的，所以你可能不太去了解大家的心态。小何真的很厉害。如果我是员工，我在群里我就会回，老板，我刚躺下。那还不如不回。你明天不用来了。那你躺着吧。还有第3个吗 ？OK， 有个文件要马上整理，你们谁有空？我会回，我@何玉。我觉得还可以，这个思路好。马的@贺峻霖，他有空，他在我对面，他现在正好没什么事干，老板。贺峻霖问你呢？哎，我看贺峻霖挺闲的。第4条，别了，最近都辛苦了，今晚请大家唱歌，团建，突如其来的团建。领导，我今天声带休假。哎，我就直接在里面打开60秒语音开唱起来接龙哦，一句接起来，大家就唱起来吗？我天，哦，我可能会回折现吧。有这个闲钱，不如发点红包啊！哎呀，我们俩真是不想干了。让 KTV 赚啥钱？但说实话，真的很窒息这个问题。这确实很窒息，就一条比一条窒息，真的好窒息啊！第5个是啥呀？来了，哇，这个好。啊，我会回。这我肯定回。为什么？这是让小贺死啊！这个。我们小贺可是要给小明哥养老的呢。小贺是我们的榜样，大家都要多向他学习哦。这句话一出来，小贺从此不抬头做人。而且一定要加大拇指哈。对，3个大拇指是精髓。但我觉得是哪一种？如果是雨桐和黄凯这种鼓励。比如说鼓励一下黄凯，我相信大家像明浩他们也会去拥护。哎，怎么一说到黄凯，大家就拥护；说到小贺，小贺到底在大家是什么？这就是你喜欢黄凯的原因吗？因为他可以得到拥护。不是，如果这种的话，本人会怎么办？那如果是你会怎么说？你就马上下面显示小贺已退出群聊，然后就。我真说。小贺拍了拍老板，就是如果是我的，我现在猛然想，我会做2步。第1步就是等大家回完的时候，我在群里就是发言，同时就表达完了之后，就是我会底下留言感谢大家，然后我还会做一个事情，我会单给领导再发一步信息。哇，我就知道纯叶问到没错，纯叶就是纯叶，是因为我感谢他。看到了我的努力，然后在群里他肯定我，将心比心，我希望我的行为也能回应他对我的关心和关照。酷，所以我一定会单发一条信息给我领导，告诉他就是我，比如说我接收到了您对我的肯定，然后我接下去会好好完成任务。哦，我以为你会跟领导说，领导这次表扬的特别好，但下次不要在群里表扬了。这是我会加个第3步。哎，还有什么？我把领导这张截下来，然后发朋友圈说：“爸爸妈妈，这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事儿。”哇，你赢过纯叶，我觉得 unbelievable， 哎，并且还要@老板。对，但是一定要跟同事打好招呼，别在下面乱留言，说什么你真假什么，这个老板都能看到。小贺，你想完没？对啊，你怎么回？你别光笑啊，快啊！哦，我知道了，我就回一个。我说感谢老板和各位同事们的这个赞美，我也非常的谢谢大家呢。然后呢，我想分享一些我从小明哥那儿学到的工作的经验。我跟你说，他们刚才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紧接着转发老板之前发的那篇文章，然后说我最近哪里表现不错，全是看这篇文章句句告诉的我。然后你再引用老板前几天发的，你们谁有空说一个，我现在有空。对，我将永远有空，老板。太可怕了。就大家都分享了自己职场的这个状态。现在我们要针对的是课题8资本市场项目紧急处理当中，那获得更高 KPI 的队伍是哪一队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就是猜这2队是吧？对，哦，看哪队拿的分多。刚刚这一段里的任务2组各有一个比较闪耀的亮点，肖阳那边是有一个同类型案例的对比。
他找到了4个具体的案例，有3个呢有同样的情况，但是通过了。对的。那还有一个呢，最后没有通过。他们之间各自有怎样的异同，这个是一目了然。但是这边呢，雨桐也有一个很闪光的点，是他的那个罚金的额度，10万到100万。他发现是60万，所以内推说其实不是重大的。但是襄阳那组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会赢的是因为有言语，王毅的回答。对，内核老师问了他很多的问题，然后那段他几次的那个回复，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优秀。王毅他真的他的话语有一种本事，就是不管问的他多疼，他都不慌，而且他稍微一绕一圆，他用非常温柔而优雅的语言，让你觉得我不确定你回答了我的问题没有，但是显得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雨桐这一组，他们田忌赛马的这个战略，我觉得有可能是有效的，因为王毅的确很强，但是他由于分散了，面面俱到。如果他的确是100分，但拆成3份，平均分可能会有损耗一点。蛋姐，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Kim 他们做任务2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而且他们在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汪雨桐和那个张雅琪还发现了他们在那个一些错误在里边。对啊，你看汪雨桐和张雅琪还把他的错误都勘察出来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2000页呢，他们不一定他们所有的错误都能勘察得出来。而且就像胡明浩他们，其实在12点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文件给打好了。这个在他的世界观里，这就是很充裕了。哦，对，最后补充一个，而且襄阳那组他其实那个信息的那个他们完成了互检。哦，对。但是那个汪雨桐的这一组，他们是各做各的，配合程度上，对，配合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有可能出错率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保证，所以我觉得整体完成度上，我觉得襄阳那组比较高。而且胡明浩组的时候，他们每3个任务都是。相当于每个任务都有一个固定的人在负责，但是那个 Kim 他们组的话，就像那个张雅琪和黄凯他们2个在任务2和任务3一直在跳，就所以说导致任务3好像一直有一个空缺的样子，没有人在固定的做任务3，我觉得也有可能。好，那我们根据自己心理大师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投票咯。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和复盘，我们觉得在第8个课题的对决当中，胡明浩组更胜一筹的朋友，请举手。胡明浩就是王毅、许文婷、襄阳组。是的，过半数了已经。1、2、3、4、5票。好，那我们剩下的大多数就把票给到了。胡明浩组这一组分别是萧阳、许文婷、王毅、胡明浩，4个 offer。章子已经盖好，如果这一次我们回答对的话，我们就会点亮倒数第2盏灯，那就意味着离最后一个额外的 offer 还只差1盏灯的距离了。非常期待这一次我们第6站充能之路能否顺利点亮，结果马上公布，一起来看。好的。今天的任务时间都还蛮紧张的哎。感觉大脑一直在飞速运转。那我先整理一下刚刚霍小薇记录的会议笔记吧。居然还能智能分辨出每句话都是谁说的呢？那真的挺方便的。刚刚用来连线的惠普信 Book Pro 14好厉害啊，还能几个摄像头的画面混合输出呢。对，真的挺酷的，这样一台电脑能把办公室各个角落都清晰地拍进来。而且惠小薇语音助手也非常厉害。小薇，我在呢。提醒我们今晚11点半开会。好的，我会在今天晚上23点30分提醒你开会。这样等会儿就可以提醒我们记得汇报的进度了。关于第2部分，发行人董事离职对上市影响，基于这个情况下，我们主要有2个观点。首先，我们认为单纯的董事离职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上市，因为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2023第12条规定，有重大变化才是影响上市的条件。因为公司一共有9名董事，而该名董事的离职只是1/9的一个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层不达成1/3的变更要求，而且不会影响他的控制权。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认为这次
单独的一名董事离职是不会构成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在这个层面上不会影响上市。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需要担心的就是现在董事离职以后，董事人数就会不足。这个我在我的这个意见书里面没提到，但刚才我听到律师们提过，如何跟他把上市规则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刚刚搜了一下。哇，这个棒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创业板上市规则和一个自律指引里边有提过，由于这个董事人数不足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符合公司章程他们的这个要求，还需要按照规则进行披露。它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还是不错的。虽然公司章程第88条和公司法第45条都有规定，如果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时候，在改选董事就任之前，原董事应该继续履行他的董事职任。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不理想的，因为发行人的公司也很难依赖一个已经请辞的董事去为公司进行管理和治理，所以我们认为发行人应该在尽快的去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补选一名新的董事，来符合法定董事人数的要求。这位女的1级内核律师也是气场全开，她说话虽然不多，但是她坐在那儿就是一种震慑。是的，公司选择。文件里面显示说的是他们没有关注到这个董事他特殊的地方。首先，第一步由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且提出委任新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应在临时股东会举行前3天向各位发出通知。然后通过决议以后，第二步就是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其实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都有说要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话，需要在15天之前向各位股东发出通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在9月第2周就已经向交易所提交 IPO 的申报材料。为了缩短这个通知期，我们需要向股东发出同意，提前召开2023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同意豁免关于召开股东大会期限规定的声明函，并附上委任新董事的议案。他说有点偏哦，他不是在讲读懂，就读懂他这个没有讲到，可能缺了一点。对，但是补足的话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完成整个委任程序以后，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进行申报。我们需要在董事会变更这个董事名单以后的30天内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然后相关的材料我们都已经列在下面了。关于其他我们刚才提到每个程序里边需要用到的法律文书，我们都已经安排在附件里边。又要提问了是吧？没有问题吗？原来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对，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劲哈。对，就感觉憋大招吧，一颗核弹。OK， 我就提示一下，这个第一，对于你上市公司来讲，独立董事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第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择是要履行内部程序的。对，他没注意到。Kimberly， 你们这是不是有信息遗漏 ？What？ 他应该点的是独立董事这个吧？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公司的独立董事王先生的这个辞职。那我们召开股东大会的意义是什么？委任新的董事，第一个论点就是董事离职不会影响上市；第二个论点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董事人数不足。都没有提到读懂吗？发行人应该尽快的补选一名新的董事。这次单独的一名董事离职是不会构成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在这个层面上不会影响上市。
在分析读懂这个问题上的时候，他没有特别的留意到这个董事的一个独立董事的一个身份，他是很朴实的。我签了一个董事，然后我现在要补选，就走这个流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比较忽视的就是上市规则下面，然后对于本身读懂的他的一些要求。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公司法的一些特有的名词不熟悉，对它概念有点混淆。啊，那这个分儿就……那行，好的，辛苦各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因为对他来讲，独立董事这个词肯定是一个英文词汇，有可能，而且对面是用语音来发布的，这样没有配字幕，是的，他以为是一听什么什么董事，他就只注意到这个词。我完蛋了，对，我就要完蛋了。那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方便自己下一次思路打开，应该就这样。那我把这些点加进去吧。好恐怖啊！要不，反正我们还有时间，我就把这些点加进去。读懂跟一般董事差别很大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差异。这真的是，哎呦，他可能没听懂。对，这个就是加班的时候大家都慌慌忙忙过来。一开始应该在这里多花点人，对吗？对，对，应该不应该。没事。接下来针对独立董事辞职这一突发情况的应对事项，我们主要分3个部分来进行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初步的应对策略。第2步是来介绍这个具体的流程的一些事项。第3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所要提供的一些文件和起草的一些会议决议之类的。那首先，针对独立董事辞职后对于公司的法律风险来讲呢，我们主要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董事会的组成的问题，第2方面就是关于它是否属于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那从这个董事会组成的问题来看的话，独立董事的辞职会导致董事会人数及人员构成不符合法律法规、创业板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这一指引的要求，也会导致公司的董事会的构成不符合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的组成。所以，这个独立董事辞职以后，会导致董事会的组成不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无法按照预期的计划来上市。第2个问题就是重大不利变化的问题。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必须在最近2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我们项目组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的结论是，这个独立董事的辞职并不会构成一个重大的不利变化。因为我们研究之前 IPO 的披露的案例会发现，其实证监会它对于这个点关注的出发点是要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排除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可能构成的重大不利影响。对，所以我们认为，首先这是一个独立董事进行辞职，并不会造成这个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数量和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王某作为独立董事，与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也没有紧密的联系，也不会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那针对这个法律风险，我们目前建议公司尽快进行一个对于独立董事的补选。那就接下来由我的同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流程指引。好，接下来我将向各位老师介绍基于对以上法律风险的分析，发行人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会分2点，第1点是对发行人，第2点是对各中介机构。文婷说话也是非常舒服。然后对第1点对发行人的应对流程的建议，我们决定尊重发行人的意见，会在发行人确定提议方式之后，立即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补选独立董事。接下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讨论的2个议案，我们也准备好了，老师们可以详见附件中的议案1和议案2。议案1是关于豁免2023年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时限的议案，议案2是补选独立董事事项。
鉴于公司正准备上市发行事宜，需尽快确定公司董事会成员。现提请各位股东豁免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提前15天通知的期限要求，以及豁免董事会提前15天发出会议通知之义务。如全体股东同意豁免，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和召开没有异议，本次股东大会将继续审议有关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第二点就是我们针对中介机构的应对流程是，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可能需要就王某离职是否导致最近2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发行条件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董事变动的工商档案、股东董事等等。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发行人独立董事辞职应对事项的相关分析与流程的指引，以及我们在第3部分的附件当中附上了我们刚刚所提到需要的相关的文件，欢迎老师们指教，谢谢。老师不好意思，再补充一点。还有补充哦？这是额外的吗？就是为了帮助公司尽快的补选到合适的独立董事，那我们会建议公司通过今天刚刚生效的一个股董新规里面提到的一个独立董事数据库来进行一个筛选，确定合适的人选。今天刚刚通过，那我们之后也会把这个独董新规跟这个数据库的网址跟客户做一个说明。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谢谢。完胜了，漂亮。不会是刚刚在做汇报的时候弹了一个弹窗出来，然后突然间看到了一个新的规定。新发的上市公司的独董规则是吗？有这样一个新规则了是吧？这个独董新规明天生效。设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信息库，上市公司可以从该等信息库选聘独董，就去这里找。那我们会建议公司通过今天刚刚生效的一个独董新规里面提到的一个独立董事数据库来进行一个筛选。他们打配合，真的可以，就是牛。我觉得有点稳了，稳吗？我觉得稳了。来吧，同学们，我们来公布一下 KPI 成绩，等我们到会议室里集合。行，那我们就开始说一说昨天一整天的情况。先说2个有客观标准的任务哈。一个呢就是昨天的第3个任务，也就是关于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律师工作报告以及招股书与底稿进行核对。可以降低点难度，我们这儿大概有25、6个点，我觉得他们找到20个就 OK， 因为难度确实有点大。20个错误。2组呢也都是在指定的时间发给了我，我经过核对以后呢，你们2组呢其实都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考核标准。很遗憾，2个组都没有得分，都不给啊！确实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讲是难度太大了，因为就相当于现在是有4个维度的内容需要大家交叉比对，特别是要面对可能上千页的底稿去核对，而且你们对这个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看到也不熟悉，可能对你们来讲确实有点难度。好，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呢是第2个任务，就是尽职调查的基础信息的录入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工作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同学们昨天也是非常辛苦啊。第2个项目呢，我们有一个错误率的上限，5%。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一共是1600份文件，其中呢包括了房产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房产证一共400份。Kimberly， 你们这一组有人会到这个5%的容错率以内吗？不可思议的任务。错误了是7个。要到2个。肖阳，你们这组，你觉得你们有没有信心赢他们？
胡明浩还是踏实的吧？对，胡明浩对的，胡明浩绝对踏实，干这个工作他稳，他自己对的，应该赢了。说实话不知道。你们只有一处错误。天啊，好强啊！小胡，接近0啊！哇呀，刘律看向自己爱徒的那种眼神，真的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方面呢，一共是600分。Kimberly， 你们这边错了9个。啊！我天哪，我感觉我们也。Kimberly 一个人在完成这个工作，其实 Kim 特别不容易，他不容易、啊。我觉得我怎么感觉他有点要情绪崩溃的意思。向阳，你们这边这部分谁录入的？我们俩。你们俩1人1半。那恭喜你们啊，全对了。哇！哇！太厉害了！哇！哇！好强！怎么会有这种人啊？强！1000个一共只错了1个，400加600错1个。天哪！我天，确实挺大的，他们心脏都要吐出来了。还有一部分，还有最后一部分啊！你们只看到了欢呼，你们有人看到别人低落吗？营业执照一共600分。Kimberly， 你们这边呢？而且这个是他们的主战场哎，他们是想要拿这边的分没拿到。这我跟你讲，越往后可能就越那个，他赶时间了以后。有12处录入错误。你看，真的越往后错肯定会越多。天哪！而你们这边呢，一共是2处。恭喜你们获得这10分 KPI。厉害，那没超，赢了，10分拿到。但我觉得有点为难 Kim 毕竟一个人在香港，他看那个字体啊都不一样，简体字可能也是不一定那么清楚。你们当时是怎么录入的呀？OCR， 然后复制，然后用人眼再合一遍。对。他还是找到了工作的方式方法。对，这个很重要。对，这个非常重要。那相当于有这10分 KPI， 王毅也到100了。我做了个统计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一共实际上是1600分，一组是录入了1603个信息，错误了28个，但是中间肯定是有，比如说合稿的时候啊，然后录入的时候可能一些重复，然后2组是1600个里面错了3个，正确率还是相当优秀的啊。远远低于我们预设的5/1600%，优秀。然后，关于这个行政处罚和晚上的那个读懂词日的那个突发事件啊，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由于这2个任务呢对同学们的考核的能力点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们一起评议，结合你们的这个分析文件和应对方案啊，以及内核的这个现场表现。然后我们4位代教律师刚才也做了一个评议啊，一致认为呢，这个应该也是胡明浩他们整个报告也很成熟，是第2组获胜，是我们组，是我们吗？2个法律分析的题，聊一聊这2个任务啊。
雨桐和雅琪是我这一组，他们都是在第一组。我是觉得第二组它相较第一组的话，它在整个的一个法律分析，然后包括问题的一个考虑的深度上面而言的话，其实应该第二组比第一组是要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包括第二组非常好的就是他在法律分析的时候的话，他是把所找到的这一些案例也全部都放在了备忘录里面。那这个的话，我是感觉他们整个的做的是更加细致一些的。那当然了，在整个的第二个读懂辞职的这个问题上面而言的话呢，第一组在一个基本的点上可能是有一个误判。对，我觉得呢，这确实是一个挺致命的一个点，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读懂，那后续在这个董事的人员的选择方面，包括任命程序方面，都会遇到一个一个的坎儿。第二组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已经突破了法律上的一个点了。其实今天早上荣生律师也问到了，说那我们怎么去找读懂的一个问题，对吧？这确实其实是一个商业问题，但是第二组呢也是结合律师的工作范围，提出了读懂新规刚刚实施，然后里面是有一个上市公司读懂的库的，这个与最新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度上是比较高的，还是个挺好的亮点。为了帮助公司尽快的补选到合适的独立董事，那我们会建议公司通过今天刚刚生效的一个读懂新规里面提到的一个独立董事数据库来进行一个筛选，确定合适的人选。胡明浩、许文婷、肖阳、言语，恭喜你们每个人又获得了25点 KPI。哇哦！这边真的气压好低呀。那其实我自己，尤其是想跟第一组这边分享的是，还是要养成一个好的问题解决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方式，找到关键的法律问题以及有用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也是可以再花一些心思的。Kim 难过了，很明显感觉到他开始走神了。无论是你作为一名专业律师，还是未来为一名普通的市场参与者，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敬畏市场、敬畏专业、敬畏风险、敬畏法治。飞速资本市场律师很多时候在搬砖，在做一些很细节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做好资本市场的看门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恪守我们的职业准则，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份细节的工作。行吧，都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这种机械重复的活其实不是 Kim 的主打的方向啊，对的，他那个擅长的地方不在这儿。但是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这样，你不能让自己短板太短。你看胡明浩开拓性他也并不差呀，但是这种踏实的工作为什么就会让人值得信赖呢？说他身体上有这种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你们那个做的太厉害了，只错了3处。我也觉得好厉害，我自己都震惊了。感谢腾讯，感谢腾讯。哇，言语130，王毅130，胡明浩115，文婷115，遥遥领先了 ，Kim 100。只有最终达到100点以上的实习生，才有可能具有竞争 offer 的资格。这个真的气，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气，因为检验这种录入这种工作，它不是一个什么能力上，它就是你自己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做得细致的一件事。回去吧，回去吧。雨桐要加油啊 ！Kim 已经过100了，在这个组剩下3位，雅琪95，差一点。好累。
也辛苦了，我们还有一个课题可以追回来的。感觉压力好大哦。嗯。是下班了吧？嗯。感觉收到邮件就可以下班。恭喜啊！你到100多了吧？应该。嗯。哎，我感觉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差5分。你可以，你就差一点。嗯。这最后一个课题了，但是就差一点点。要是最后一个课题没拿到，就差那么5分擦肩而过，这事儿好遗憾哦。对，踩线就这要毁一辈子啊！雅琪，嗯，我们那我先问你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在这个课题里面，你的一个参与是怎样的？包括你负责的这个部分和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先听一下。好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2个项目嘛，然后当时就是大家各自认领，然后我就是先上午干的扫描。中午的时候，因为出现了新的一个项目3的任务，然后我就去看招股书了。然后看招股书的过程中，就是挺没有头绪的。因为首先它的各个文档就不是特别的熟悉。这就导致人律有说就是我们还把它改错的情况。我觉得就是，但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改进这种感觉。你觉得你们在招股书校对这里面的话，找对了几处？不知道。你猜一下。可能没有多少处。实际情况是。都没找对，就说明这份任务可能目前对他们确实是超纲了，都没找对。你们在时间规划上面，最关键的就是你们没有去做校对，这个未来在作为一个律师的工作当中的话，可能是很致命的。好吧，然后这个我其实是昨天就给你带过来，然后想要给你的。这个送给你。好。之前我们也聊过，法律分析可能是一些你的这个弱项，但是有弱项没有问题，我们就找方法。这个我相信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拿来看，然后包括我觉得你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起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谢谢罗总，我会再好好对。然后也不要因为今天的这个 KPI， 然后接下来有太大的不开心。那个早点回去休息。好的，谢谢罗律，谢谢罗律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这样子。哎，昨天你们睡了几个小时？2个多小时。哎呀，赶紧，这实习期太可怕了。罗律好好哦。真实的职场遇到的前辈都是这样的，那真的可遇不可求。莫拉姑，莫律，赠书仪的。不是，你这边的书，还有这里的书，我要好好学习。今天带了一个小礼物，这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作家。谢谢罗律师送我们书。我跟刘律聊，然后看一下一些材料，然后能够帮助你，然后温习一下这个法律知识点。买了个姜茶，别着凉了。好的，加油。好的。天哪，里真的温暖。在整个实习里面，你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作为你的代教律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哎呀！天哪，听不得这种话，一听就……哎呀！不开心了。
现在我也不是不开心，其实我觉得差距还挺大的。我不觉得哦。我觉得还是挺大的。那个你不用弄太晚，你差不多了你就发给欢欢就行了。然后你这边手头的资料全部删掉，因为保密要求。OK。溜溜，你怎么了？可以聊一下吗？可以。感觉我这个课题表现有点凉。其实我是觉得你还不错，就是已经尽我最大能力。我能看出来，我能看出来。真的，雨桐已经很棒了。然后七七八八的东西也有，包括你有一个亮点，就是对于它那个金额的一个比较，在0到100之间，60是取中嘛，包括你提出它的主观，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的一个点。对，其实我看了肖阳的那个报告，他列的那个案例我都看过，就是确实就是一个能力的实质性太大差距了。对，但我是觉得你能够撑住这个题顶出来啊，顶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是觉得还不错的，不容易。但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文件的呈现形式，就是我们都会觉得第二组的文件的呈现形式是非常好的，包括你看了案例，但是你不知道放进去。对，我完全没想到要放。第二个呢，就是在法律研究上，为什么没有捡到新的规定呢？其实，是我当时交第一份报告的时候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然后后来是跟言语简单沟通一下，他跟我说那个文件废止了，所以我没办法把他们组发现的点，然后我今天就是再去说一下。所以我觉得出于公平，我就只说了对，就是知道它废止了，但我没有说就是后面了。他好棒，所以他是从那边知道的，所以他就直接没有讲。但是说白了，就是你不是没找到新规，而是你原来没有发现它废止，这还是个蛮重大的失误的。对，就这个是比较重大的失误。所以在这个上面的扣分也蛮多的。很真诚的一个女孩子。我对这次的评比结果，我觉得非常让我心服口服。虽然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我第一次做 face，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好像比诉讼要更适合我一点，我是这么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领域，反正我觉得你就发现自己的领域是什么。就我感觉，其实发现一个问题，然后找到一个它解决方式，然后中间铺一条解决方式的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好，谢谢律师。他虽然没赢 KPI， 但是我觉得他是收获很大的一个人。这句话我没看懂。哇，你这个可以啊，开始学证宪法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你说的话真的听进去了。对所以我也特别欣慰，不要把一城一池的这个胜负看得那么重。其实，当你真正的去热爱生活的时候的话，你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心境的。谢谢若绿。好吧。好，千万不要不开心。好吧，谢谢。好，加油。好。哇哦！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还是蛮开心的。虽然是雨桐那一组输了，但是输得很欢乐。就雨桐自己的心里的这种投射也是，他看到的是成长、收获，自己全新的赛道的发现，最适合自己那种特质的 match， 这点很好。对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就是今天你跌倒一下，明天我跌倒一下，后天他跌倒一下，只是跌倒的场合不一样而已，对不对？所以你趁着年轻多点经历，多点磨难和挫折。也可以多一点成长嘛，多好。是的，我们在学校里做辩论赛，如果不是那种特别高级别的新辩手，如果刚入这个门，然后大家两队如果打的是那种很焦灼，不知道凭哪边赢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稍稍把比较强的那一队先判负。那这里面有1、2个辩手非常未来有天赋，他又刚刚进入这个门，先判负，反而对他未来的人生会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就那种很焦灼的时候，让他觉得，打成这样就是赢，这一刻不是一堂好课。但如果这个时候让他意识到，你要记住，你以后如果说对你来说打平就是输，他对自己的那种反思，不断的回溯，然后不断的再往前找，他会有一个持续性的推力。我觉得面对失败，它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
就像是汪雨桐他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虽然自己失败了，但是他找到了自己要去发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失败的价值和失败的意义。没错，就是能够让你去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能够找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给自己的启发比某一件事的成功与失败来得更重要的一些。就是我还是觉得，哎，那句话就是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贺维老师说的，就他说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才是生活的主旋律。难道向上攀爬的路不比站在山顶更美吗？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听我的弟弟讲完他的这些谈吐，他的这些语言，我觉得不久的将来，我一定可以见证你会。怎么又五体投地了？掐掐掐！弟弟讲完，我就觉得未来我们荣幸，我们有机会可以见证。救救我！为什么？你值得，你值得。我值不得。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脸红吗？是他。是的，有机会见证。好，那到了现在，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本期的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首先，我们要恭喜又有3位实习生突破了100点 KPI， 顺利的拿到了获取 offer 的资格。那也要给我们自己鼓一个掌，好不好？恭喜，我们再次推理成功。下面要一起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点亮本季的第6站充能之路。这一期我们由谁来点亮呢？不如由大脑一直在过度开发的，不如由大脑一直在线的甜甜姐给我们点亮。哥，我不是一直在线，我是一直追求在开发。效果非常明显，有了甜甜的加持，我们才走到了这里。不是每次你帮我们排除错误答案，我们不可能点亮第6盏灯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倒计时，3、2、1，耶！第6站也成功点亮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 看我们的老朋友又要遇到什么新挑战。天哪，好期待今天晚上胡明昊的演出啊！我们快点走吧。走吧，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今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到那边。有点小期待哟。走。哎，这车感觉挺不错哎，挺有科技感的，设计也很带感。对啊。你这一看就胡明昊开过的吧？你座椅有点远啊。没事儿，东风本田是派有一个人脸识别的登录系统，识别到我之后，马上就可以根据我的驾驶喜好去调整。哇，这么智能，上车就可以自动匹配个性化驾驶信息，都不用重新调试了。对啊，但我感觉有点冷啊。哦，车内有一个智能旋钮，可以一键调节车内的温度。现在怎么样？温度刚好，那我们出发吧。走吧。我们去看演唱会啦！哦呦，北大的声研院。我们已经到了，到北大了。哇！开心！明星星进来接我们了。小人台阶，小人台阶。Hello。大明星来接我们啦！大明星来接了。北大是不一样哈。哇，演出哎，哇，这是我们的爆裂鼓手。别看他们打鼓弹琴的，说不定都是哪儿的高考状元。清华最早的10佳歌手是在就大礼堂前面一个大草坪，也是野生的，后来被校会编制起来的。我之前就是中的看到清华北大的10大歌手那个现场，哇，那简直特别高级。哎，每次看到就是这种大学搞的一些活动，就很后悔高中时候没有好好努力，就很后悔。去港大，你再好好感受感受。为什么呀？这些读书好的人干啥都行，因为他找到方法了。读书好的人肯定是找到方法了。是他们在开发大脑。你们这园区有多大呀？没有特别大是吧？这个街区都是因为它清华、北大、哈工大连一块儿。你们几点上？ 8点钟，有点早，我以为你们8点才来。
我给你指令，你往上走。还送花，那是要说什么吗？还是直接送？抱一下。啊，好的。拥抱。朋友们，再次感谢你们的光临。接下来的环节，我要走下去采访一下我们北大的同学。哦哟，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胡明昊的亲友团，为他打 call 的，今天来。胡明昊是谁？是下一个乐队的乐队成员，然后也是我们的同事。好嘞，让我们大家期待待会儿胡明昊同学带来的表演。哇天，这是我第一次看穿一个西装来打鼓的鼓手，这个着装也是很有风格。大家好，我们是 KFOB 电声乐队。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无如打鼓还是帅的，好帅，真的好帅，一下就拉回到读书的时候了，现场肯定超燃，帅。找个女孩上去送花吗？真的。朋友们，好开心哦！哇，陆律好帅哦！来，宣布一个事情，别宣布课题了吧？大家今天挺放松的哈，我放了一天假，然后小胡的演出呢也顺利结束了，圆满成功。但是，我们最后一个课题即将发布，时间紧，任务重。What？ 啊？所以现在立刻马上，所有带教老师和实习生回到我们的巴士上，回到律所，宣布新课题。What？ 哇哦！太突然了，对啊，我们没有带电脑也可以吗？可以的。哦，好。天哪，要回去发布新课题了。看到陆律手里拿着西装，我感觉任律都恋恋不舍，任律还想再玩一会儿。对呀，这种校园生活，这种轻松，哎呦，原来情绪可以变化的这么快啊！带教老师，你们是懂扫兴的。真的这么紧急吗？这个课题？主要是课题量太大了。所以今天布置下去，你们还有一晚上的时间能准备。我觉得欢乐的气氛一下瞬间凝固了，瞬间凝固了。哎呦，搞这种东西干嘛呢？但你别说，最后一个课题真的重要，别忘了有2位95哦。今天晚上的课题必须在12点之前完成，过了12点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雨桐、雅琪那一刻，来单独跟你们2人聊几句。你们对最后一个课题有没有信心？必须得有啊！现在最后一个课题，我还差5个 KPI 可以到100个 KPI，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这最后一个课题势在必得，背水一战，然后我会很努力的，一定要加油，我不希望自己留遗憾。雨桐呢？其实我看到我跟大家的差距，然后
并且有了一个进步的方向和目标，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你们觉得自己没有让自己失望，没有辜负，然后你们在这个镜片，然后我们实习的1个月，然后没有觉得这个时间是浪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最重要的。待会儿听到那个课题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急，在看课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去抓关键信息。第2步，去找相关的这些法律依据。第3个，你去看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参考的。然后第4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把你之前做的这些法律分析和整个的这个题干结合起来，然后做你自己的一个推理和论证，最后就是结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然后接下来去享受最后一个课题，好吧？加油！谢谢乐，谢谢乐。走。演唱会到办公室，这个落差也太大了。还是深夜，还是12点之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好感动哦！祝你生日快乐，雅琪。哎，主办生吗？这谁顶得住啊？天哪，最难忘的生日了吧？雅琪的生日，所以故意留他在底下谈话。那洛绿也真能演啊！谢谢大家。快来许愿，快来许愿。是额外的课题。进天工程是懂的。天哪！6岁啦！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题任务就是给雅琪过生日。来吧，来攀亲。果然过了12点就没意义。我没骗你们吧？一定要紧急把你们叫回来吧？一定要12点前完成吧？刘绿好可爱，我好喜欢她呀。反差萌说的就是刘绿吧？我们还有一个事就要跟大家说，雅琪很喜欢毛不易。哦。然后呢，毛不易有首歌叫《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就改编了这个歌词。哦。我现在把这个歌词就是可以给大家看。好了，那我们切蛋糕吧，你要不放首歌？可以，我放了。好，放了。来切蛋糕。切蛋糕。哦，生日快乐！来，寿星切蛋糕，寿星切。哎呀！天哪，好感动哦！哎呀，我天哪！天哪，受不了了！生日快乐，雅琪！雅琪，我们其实还有个生日礼物给你哦。啊！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注意听歌词，就该灿烂过一生。现在20多年到头来，人生不离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却从没有转身，总是容下抗拒别人，有你在就不沉闷。像你这样傲慢的人，像你这样纯粹的人，像你这样爱吃鸡蛋的人，我也见过多少人。像你这样倔强的人，像你这样苦的人，像你这样温暖善良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你这样珍贵无比的人，是南北极爱的人。天哪，好感动啊！
我现在理解刘丽哭3天了，真的3天起步，生命的某些部分已经血肉相连了。所以我们等下要发布课题吗？只有你的课题了，没有别的课题了。谢谢大家。哎呀，控制喝真的。给你送一份生日礼物，希望雅琪喜欢。打开吧，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披萨，对他猜。一个披萨。哇！是什么？是什么？毛不易的钥匙。哇塞！好棒！这个是毛不易他的这个幼鸟指南的这个黑胶唱片，这个我觉得雅琪这个做完实习之后，就是这个律师路上的幼鸟，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携手共同翱翔。好的，谢谢陆叶，谢谢大家。有签名吗？小明哥，我们给他要个签名。可以啊，我们去给他要个签名好了。我直接给他发个信息就行了。小明哥就是执行力，让他写上他的名字。对。毛毛，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你，那个能不能帮我签一个你的签名专辑，想让他的名字送给他呀？谢谢，太感谢弟弟了。谢谢。生日快乐啊，雅琪，谢谢。好冷，雅琪生日快乐。谢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送一首歌曲。有什么歌是我们都会唱的，跨越3个年龄段的？当可以。我觉得当好像他们啊，就是这群人，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太好了。哎呀，好感动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折磨。哇哦！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赏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互相加个微信。我被江雅琪吓死了。我也是。我很温柔的，你们不要害怕。没有了，你这个温柔的人设已经崩坏了。爱你，爱你。这都是跟德华的合影。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我就先结束实习了。我好像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会出错。今天你一直陪着我，加油！有一部电影叫《永不妥协》，我觉得你跟女主角越来越像，在我心目中，所以我也希望你会有她那样的成功。我会加油。感受到了团魂，幸好有你们，幸好有你们，幸好有大家。
总体还是值得表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 teamwork 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容易的。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永不失联的朋友。哎，真好。现在明白刘律为什么哭3天了。以后有这种环节，早说我就不贴眼睫毛了。刚刚雅琪在里面过了她的不可思议的难忘的一个生日。我其实之前在碰到，比如说在有节目或者有工作现场的时候，如果突然有这种惊喜，我之前有幻想过那种情况，我是有点恐惧的。我也是，对不对？但刚才看完这个片段，当家所有人都跟他悉心准备一个惊喜的时候，就在想啊，我可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刚刚在一个极致放松的演唱会现场，突然拉满到一个极致紧张的最后一个课题，它只差5分，就大起大落再起那一下，真的那个感性的哇，真的是会搞事情的。是得亏他们年轻，年纪大一点的可能心脏都挺不住。我同意。是的，各位印象最深的一次生日或者一次生日惊喜会是什么？有吗？我有一个，我18岁的那一年的生日，我觉得还……那不就去年吗？别说的好像已经，对啊，已经过了很久的样子。你就说上次生日嘛。你的18岁是上一年，我们的18岁是上辈子啦。下辈子。当时是在重庆，然后我们其实6月14号的那天是有拍摄的，然后拍完了之后呢，我就和我们团的几个兄弟们一起，他们就给我过生日。然后那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几个晚上去在那种路边吃了一顿烧烤，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奇妙。然后已经到了生日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烧烤店的那个路边。就几个人围着我，然后就拿那个手机在那儿就这样怼着我，说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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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儿怼着我，然后大喊大叫，每个人都在那儿就是啊生日快乐。然后那一瞬间就特别感动。在那儿吃完了之后，我们又跑到那个江边去，在那个重庆大剧院那条路上，我们就说去走一走，看一看风景。结果呢，他们就看那种卖那种气球的，有灯的那种气球的，亮亮的哈，啊亮亮的那个，几个人就来主意了。哎呦，这玩意儿适合你，干啥？他们就买了几个，买了之后他们就让我去另外一边站好，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灯灭了，几个人就在那儿站成一排，然后在那儿给他们录下来。他们就突然就把灯打开，然后说那个贺全林生日快乐，然后就朝我跑过来，而且把我抱住。哎呦，那一瞬间我就很感动，而且正好是18岁的生日嘛，因为我在12岁的时候就一直在成都和重庆开始往返。然后我12岁的时候也去过那个重庆大剧院，拍摄过。当我18岁又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一下子又好像跳到了我小时候的那个场景。回头看自己，小贺都快哭了。当时只道是寻常，很棒，有一群一起小伙伴。人生若只如初见，所以好好就把那个最初的那一刻的画面留存下来，然后给更多的喜欢你的朋友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他们回忆他们青春的时候最耀眼的篇章是由你们书写的。是的。小明哥有没有哪个生日特别难忘，或者有一份生日礼物就永生难忘那种？回想起来，2年前我44岁的时候，这个年龄跨度。这是我儿子4岁的时候，他那会儿不会写字呢，他人生会写的前3个字就是他的名字，然后就是他歪歪扭扭写爸爸生日快乐，就很感动，歪歪扭扭的，但是当时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当时我在现场拍那个戴假发的人，因为当时是拍夜戏，拍通宵了，他大概8、9点钟的时候给我发的这个信息，说爸爸生日快乐，还发了一段语音，说爸爸生日快乐，我好爱你哦。爸爸，我爱你，生日快乐！哇，我当时直接就哭出来了，头一次，我人生头一次收到我儿子亲手给我写的一个字，然后发的语音，我觉得好幸福啊！就那一刻觉得什么都值了。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变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有儿子，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重要。我觉得能够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能够让他拥有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刚才听小明哥讲完，也想到了那个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是爸妈也是很注重那个仪式感，就比如说我每一个生日，每1岁，然后都会给我拍照片，而且是拍那种蛮好看的那种艺术照。对，然后我还有一张特别经典的生日照，我忘了是我3岁还是4岁，我现在都常常会把那照片拿出来看，特别有意思，就是搭个脸，就是表情特别差。然后我就总问我妈，我为什么是这个表情？我妈说那天是我想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没买，然后但是我妈又给我约好了拍照，怎么就是都不配合，怎么都不笑。我现在回忆起来，想想我妈那种什么心情，还带着我要换各种衣服，摆各种造型，每一张照片就是搭个脸。我觉得小的时候还蛮爱搭脸的，想想就挺有趣的，我妈妈也是，每次过生日，我妈妈都会给我写这么一长段的话，发给我，我每次都把它存在，我可能还真的存在手机里。我在我的备忘录里边，妈妈给我写的话，找到了，读一下吧，读一下吧。亲爱的宝贝，今天是你农历生日，34年前，在3代家人的期盼下，77年10月初3，一个大嘴巴、高鼻梁、皱皱巴巴、红红脸的可爱小 baby 出世了。当时你好丑啊，呵呵呵。在回家的10几天里，妈妈的奶水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可爱的 baby， 仿佛昨天在眼前。妈妈很幸福、知足、骄傲。儿子，34岁了，好快呀！你出生时3700克，软软的身体我都不敢抱，天天盼望你快长大。你呀，总给我惊喜。3个月会翻身，4个月长一对小牙，6个月会坐，7个月会爬，8个月会说话。会说的第一句是爸爸，我开心极了，见人就说我儿子会说话了，呵呵。那时我想要全世界人都知道，34年，从会说到会走，并在自己努力拼搏下，成为了今天善良、孝顺、认真、勤奋、有责任、有担当、懂得回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儿子，爸妈看到这一切真的很骄傲。爸爸妈妈希望你爱惜自己，累了休息休息，饿了咪洗咪洗，胖点有啥关系？健康快乐才是唯一。哇，超感动！好会呀！我妈妈每年几乎都会给我发这样一段话。好感动。我刚刚想到就是买礼物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经常通过我的一些说话，就觉得可能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是对我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只是就是不太懂，因为我爸爸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不是很会疼爱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找我爸爸吵，我说小时候你为什么不给我买这个东西？因为我做噩梦，我梦到我爸就是不给我买，我哭着醒过来，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买？我爸跟我说一句话，我更生气，他说肯定是因为你不乖啊。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一直让我乖？我现在我已经长到31岁了，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怕别人觉得我不乖，没有人喜欢我。你知道，我就巴拉巴拉一直说，结果我爸讲了一句话，我立刻就是，我以为他会继续跟我吵，我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就是说怎么样，爸爸就是这样，怎么样。他说那你可以原谅爸爸吗？就是他突然一下子跟我说，就是我也觉得他做到了他的最好。而且爸爸妈妈永远不想你说你会有多大成就，他希望你就是累了就好好休息，饿了就吃点东西。我每次减肥，我觉得那是突破，但在爸爸妈妈看来，那真的是受虐，对，虐待自己，他们真的看不进去，所以我都不敢跟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分享了很多亲情的瞬间，我觉得是有一个起点的，因为我觉得雅琪最后这段生日的细节是家庭般的温暖。就这1个月的相处，他们的人生的某些片段已经紧紧的粘合在一起，未来不管过多久也拆分不了这些记忆了，所以才有了最后这一刻的释放。所有人在那个生日那一刻尽情的歌唱、摇摆，表达最真挚的情感。
穿着最闲适的衣服，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办公室里从未看到过的画面。夜深了，灯关了，只剩下烛火，然后大家在一起肆意的歌唱，太温暖了。我们伴随着这个温暖，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其实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这一季也在慢慢的走向最后收官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的课题也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还有最后一个课题。那到此时此刻，我们要梳理一下现在整个8位实习生的得分情况，我们会发现，王毅、胡明昊、许文婷，还有朱绰颖4位都已经顺利的突破了100 KPI 的大关，他们已经拿到了 offer 的入场券。那要恭喜我们还差1盏灯，只要我们再多点亮1盏充能之路，我们就可以为实习生赢得第3个 offer 的名额。那从下周开始就要正式进入到最后一个课题的考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奔着自己的目标全力拼搏。那到底会遇到怎样的挑战？时间到底紧不紧？难度到底高不高？分到底大不大？下一期开始的时候，一切都会揭晓。我们也希望屏幕前所有一直陪伴我们走来的朋友，共同肩并肩走完最后这一程。下一期我们共同走入课题9，来看到底是谁能够赢得最后的 offer。下期见，拜拜，拜拜。我们最后一个课题是2个案例，每个案件2个人一组，2组是对抗方，2组共同分配的是45点 KPI。同样的拉锯战。此外，我们会在每一个案件当中设一个全场 MVP， 额外获得5个点的加分。反正我觉得最后一次了，必须得冲100。课题这次时间线很长，但是其实这样更痛苦，就等于他们要熬4天夜。加油！最终的结果你会不会很在意？我在意，因为这会决定我能不能到100。小胡还绷个劲儿，一直是那种我要赢，写在脸上的我要赢。又烧了吗？有点都好了呀。你身体好点了吗？决定权是在我方手上，现在好好沟通一下。我们的诚意已经给到了，但是王一就是拿不到这个钱，都已经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替我方肯定是接受不了，又不是0.0几的。商业上来，一切概率都需要考虑到。他拿出自己的筹码了，写下你们自己的法律信条，带着它去打赢我们今天最后一场仗。对，今天这最后一个课题是你们这次实习的最后一站，但其实是你们追逐人生金牌梦想的又一个新的起点。那我只能希望你们全力以赴，享受当下，青春无悔。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真正从根上来提升，它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能力要往上走。怎么走呢？细分目标，不断的给自己找正反馈，一定要创造正反馈，创造成就感，创造那些积极的正面的小情绪，然后把这些小情绪连成一条线。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挫折里长大的，但为什么有的人摔跤之后能掸掸身上的灰，笑嘻嘻的再出发，而有的人就好像被挫折的黑洞吸引，沉浸在失误和别人的评价里面无法自拔。想学会无视失败，转变心态，我在身边那些犯了错还能笑嘻嘻的朋友们身上偷师了3招。首先要冷静的看待问题，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挫折和失败，真的不是事情本身有毛病，而是因为偏离了人的预期。拿考试来说，如果我们公式没记住，法条没背熟，考题没见过，自然拿了个低分。但是有些家长、老师甚至本人都会觉得遇到了重大挫折，不是成绩的问题，而是因为人对这件事儿存在不合理的预期。其次，不要过度反思自己，领导就说你标点错误，你觉得他指责你不细心；客户让你再改一遍方案，你觉得他质疑你能力太次。千万不要一出点问题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我们应该找到自己在团队和事件中的正确位置。你每天可以为你的目标投入1个小时，然后你计算一下
你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取得从0到1的质变的飞跃？不要小看这个周期，这个周期其实就是你成功的周期。当你掌握了这个周期之后，你会对自己和对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有耐心。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